第166章魔术的关键环节。帕克深州的无形监牢顿时土崩瓦解，不再有一丝一毫的残留，但他并未恢复行动力，反而软倒在了地上，不断打着寒颤，似乎还在冻僵状态里。这不仅是幽魂触摸带来的后遗症，还有克莱恩直接穿透他身体伤害他灵魂造成的影响。只有序列8的帕克当然没办法在短时间内恢复，就连呼吸都无法控制，再次吸入了大量的和体内那种一致的生物毒素。虚弱的他毒发加快，眼神发直，本能调转了方向。他看见了同样在地上打滚，不断抓挠着自己脸部和身体的卡平，看见了对方挂在一道道血痕旁边的丝状肉条，看见了白森森的骨头颜色。帕克喘起粗气，挣扎着爬了过去。正痒的想撕掉外面那层皮的卡平，忽然发现帕克正双眼赤红的匍匐而来，心中一下闪过了不好的预感。可是难以停止抓挠的他根本没办法，没力气躲避，就连喊一声不都办不到，只能以惨叫代替。这个时候，躲过囚禁的克莱恩用古赫密斯语低喊了一句神圣，然后手指一搓，于暗金色太阳鸟胸针光芒闪烁间，砰的打出了一枚空气子弹。那空气弹刚一成型，便染上了圣洁的光彩，直奔赫拉斯的面门而去。这是太阳胸针提供的神圣誓约，克莱恩附加的是神圣伤害。赫拉斯早已改变了位置，动作异常敏捷，不像法师，倒如同格斗的专家。他一边躲避着克莱恩的空气子弹，一边示意凯蒂挥舞鞭子缠住对方。等到克莱恩的攻击被打断，不再连续，他从暗袋里取出了一只铁黑色的金属手套，试图戴在左手。灵体状态的克莱恩哪怕侧对赫拉斯，也无需用眼角余光才能看到这一幕。他当即飞了起来，避开凯蒂的抽击，从吊灯的上方掠过，扑向了赫拉斯。赫拉斯看到这一幕，拿着铁黑色金属手套指向斜上方道：流放。克莱恩顿时遭遇了磅礴又无形的力量，整个灵体被吹飞了出去，撞在了墙上，撞在了禁闭带来的无形之壁上，但没有穿透离开。抓住这个机会，赫拉斯戴上了那个铁黑色的金属手套，瞬息之间，他似乎高大了一点，威严的如同能主宰别人生命的大人物。克莱恩刚刚从流放状态里解脱，就产生了极大的没来由的恐惧，忍不住想要低头，想要匍匐，想要聆听对方的每一句话语，遵循他的每一条命令。他的行动变得颇为迟缓，他的瞳孔里是高速靠近的女士凯蒂。啪！凯蒂挥出了黑色长鞭，准确抽中了克莱恩。长鞭穿过了灵体，但却给克莱恩的精神带来了相当大的痛苦，就像被人用烧红的烙铁按在了最脆弱的部位。他猛地扬起脑袋，发出一声惨叫，而凯蒂另外一只手里的左轮随之扣动。砰砰，两枚带着淡金光芒的子弹相继射出，打在了克莱恩的身上。明净的光芒腾起，身穿黑色盔甲的身影飞快变薄，化成了一个纸人，并迅速烧成了灰烬。克莱恩浮现于阴暗的角落里，灵体内的太阳胸针泛起了一抹暗金色的光芒，温暖的力量瞬间充满了他的身体。赫拉斯带来的极度恐惧飞快消失不见。太阳胸针类法术效果之一，免疫恐惧。而短短几十秒的战斗里，克莱恩已被逼得用了2次纸人替身。虽然这有他故意为之的因素，但也足见赫拉斯和凯蒂联手的实力，正好印证了克莱恩之前占卜的结果。本次行动相当危险，如果帕克没有在生物毒素瓶的影响和他最开始的突袭下被暂时废掉，局势会更加凶险。而他预定的计划是，如果准备的4个纸人全部用完，机会却还没有出现，那就理智放弃。这并不是克莱恩不想多准备替身，而是他的灵性在战斗之余只能负担4次。至于赫拉斯制造的禁闭效果，克莱恩一点也不担心，他现在是被召唤出来的灵体，只要结束召唤，就能立刻返回灰雾之上，不是神灵级力量干扰，或者某些特殊的灵级或一级封印物发挥作用，根本没法打断这个进程。之前克莱恩到王国博物馆窃取黑皇帝牌时，那个疑似高序列强者的女子就没能阻止他离开。这也正是克莱恩明知危险颇大，还敢尝试帮忙，还敢挑战不可能的主要原因和最大依仗。见敌人不再恐惧，戴上了铁黑色金属手套的赫拉斯再次示意凯蒂拦住克莱恩，自己则手指前方，庄严开口道：此地禁止幽灵与怨魂。克莱恩覆盖着黑色盔甲的身体当即晃动了一下，被无形的力量强烈的排斥往外。然而黑皇帝牌的位格极高，
让灵体的层次也相对较高。这种直接针对存在的影响很快便被压制了下去。赫拉斯眼睛一眯，觉得来袭的幽灵非常古怪。他看见克莱恩通过飞行轻松摆脱了凯蒂的纠缠，于是再次往前推掌，用古赫密斯语宣布：此地禁止飞行与漂浮。豁然之间，克莱恩只觉身体一重，直接从半空坠落到了地面。凯蒂噔噔迈步赶了过来，并抖动手腕，啪的抽出了那条拷问精神与灵魂的鞭子。他身上还有不少非凡子弹，但针对幽灵怨魂的已不足3枚，所以他暂时放弃使用左轮手枪，只依靠副手武器。克莱恩熟练团身，就地翻滚，敏捷的躲过了凯蒂的抽击。听见了鞭子打在地上的脆响，凯蒂正要横扫长鞭，喉咙突然一痒，咳嗽了2声，错过了连续进攻的机会。这是他所中毒素的表征。赫拉斯喘了口气，重新屏住呼吸，回折手腕，直指自身道：惩戒对象怨魂和幽灵。他的体表顿时浮现出晨曦般的光华，就连拳头之上也闪烁起明净的色泽。噔！赫拉斯脚下的大理石无声裂开，他高瘦的身体迅捷又凶猛的扑出，一下就击到了克莱恩近前。这个时候，他比凯蒂更像骑士。砰！他一拳前轰，空气豁然爆开，但却被克莱恩提前撤步，顺风后荡躲掉。啪！凯蒂从旁协助，挥舞鞭子抽向了敌人闪避的位置。这逼得克莱恩不得不再次连续翻滚，摆出了游斗的姿态，并时刻注意着躲避赫拉斯的囚禁类法术。砰砰砰，啪啪啪，赫拉斯连续强攻，凯蒂则从旁协助，只用了不到2分钟，就将克莱恩逼到了躲无可躲、避无可避的处境，就连翻滚都难有作用。啪！凯蒂的黑色鞭子迎面抽来，克莱恩只来得及斜跨一步，就被命中了胳膊。那直刺精神的痛苦再次袭击了他的灵魂，让他僵硬在了原地，灵体都有所稀薄。抓住这个机会，赫拉斯握起左拳，威严宣判道：死亡！他的身体旋即与某种奇特的力量合一，拖出明显的残影，一下撞到了克莱恩的身上。撕啦！覆盖黑色盔甲的身影瞬间4分5裂，化作了蝴蝶般飘飞的碎纸。克莱恩用掉了第3个纸人。赫拉斯目光一扫，迅速锁定了在角落浮现出来的敌人，冷笑一声道：我看你还有几个替身。刚才寻找敌人的过程里，他已发现帕克正在卡平身上蠕动，场面又血腥又恶心，既不堪入目又残忍惊悚。不过赫拉斯顾不得解救那位下属，他很清楚自己中毒的程度会越来越深，必须尽快干掉敌人，所以无法分心。如果不这样，他可能会先行退出餐厅，缓和毒性，从而让敌人顺利逃走，得不到一点有用的情报。他再次示意凯蒂上前，纠缠住不能飞行不能漂浮的克莱恩，自己则吸了口气，缓了一下。空气里有点怪味，这应该是毒素越来越多的表现。赫拉斯念头一闪，没去多想，他抬起左掌，庄严宣告道：非法入侵他人住宅即为有罪。非法入侵重复第2遍的时候，赫拉斯的呼吸又困难了一点，短暂竟没能喘过气来，只好中断停止。他又做了一次深呼吸，调整好了状态，然后再次开口道：非法入侵他人住宅即为有罪。他一连重复了3遍，而始终无法摆脱凯蒂纠缠的克莱恩莫名有了些凉意。嗨嗨嗨！凯蒂再现咳嗽的症状，挥舞鞭子的动作随之迟缓。克莱恩趁机摆脱了他的纠缠，却顾不上攻击他，而是抬起脑袋，张开嘴巴，发出了一声人类听不见的尖笑。嗡！凯蒂脑袋一扬，身体摇晃，觉得地面出现了起伏。赫拉斯只是略有眩晕就恢复了正常，他冷漠地看着克莱恩，威严出声道：有罪者当受到限制。本待扑向他的克莱恩忽然发现自己的双脚似乎被上了无形的镣铐，他的动作一下变得僵硬。缓过来的凯蒂打开手枪转轮，快速退掉了之前用过的弹壳和未用的子弹，接着他掏出一个快速上弹器，将包括剩余进化子弹在内的6发子弹塞进了弹仓。赫拉斯随之握起左拳，开始酝酿攻击，他要与凯蒂的射击形成梯次，务求彻底解决掉敌人或消耗完他的替身。就在这个时候，覆盖黑色盔甲的克莱恩却露出了微笑，因为他等待的时机来临了。他清楚生物毒素瓶想发挥不错的效果，需要一定的时间，
而非凡者一有征兆就能察觉不对，并做出相应的举动，或寻找隐藏的敌人，或脱离充满毒素的环境，很难以此重创他们，甚至解决他们。所以他使用生物毒素瓶的目的是另外两个，一是削弱敌人，二是掩盖一些气味，让赫拉斯等人将闻到的所有异常味道全部归因于弥漫在空气里的毒素，让他们将额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这个方面。这是本次魔术表演最重要的一环，也是成败的关键。那异常的味道是瓦斯的味道，是煤气的味道。克莱恩最开始之所以要让煤气灯和壁炉里的火光瞬间大亮，旋即熄灭，不仅仅是为了干扰赫拉斯他们的视线，更主要是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方便自己破坏几处隐蔽位置的煤气管道。他最开始故意陷入险境，为的就是骗凯蒂射出针对怨魂幽灵的子弹，让他后续不再盲目射击，不引发相应的变化。他始终和对方纠缠，不做别的尝试，为的就是等待空气里充满瓦斯。所以他一直忍耐着没用火焰跳跃，没用操纵火焰。至于赫拉斯禁闭这个房间的行为，他有所预料，却没想过会这么顺利。所以他进入餐厅前就好心地检查过门窗是否紧闭，并把大厅隐蔽位置的煤气管道给破坏了，让内外形成了一个大的炸弹，哪怕没有禁闭，最终也不影响什么。而作为一个幽灵，克莱恩自己毫无疑问是不害怕爆炸的。低层次的鬼魂会被火焰烧灭，幽灵却顶多受伤，这就是克莱恩明明能操纵火焰，还要额外购买净化子弹和太阳胸针的原因。看见凯蒂抬起左轮即将射击，看见赫拉斯又要宣判自己死亡，克莱恩微微一笑，啪的打了个响指。赫拉斯突然惊觉，有了某种危险预感，可这个时候他已看见侧方的壁炉内亮起了一朵火焰，并猛地点燃了周围的空气。轰隆一声巨响中，赫拉斯的眼睛被瞬间充斥满房间的火焰完全占据，就像看见了一场盛大的烟火表演。第167章谢幕。卡平躺在地上，又痒又痛，恨不得当场撕裂自己，摆脱这地狱般的痛苦。然后他看见了瞬间蔓延而来的赤红火浪，听到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他以为这最后一刻会变得漫长，会让自己回想起妻子和儿女在身边时的所有美好场景。他以为自身会感觉解脱，因为不用再承受这非人的折磨了。但那个刹那，他心底依然涌现出了极大的恐惧，涌现出了强烈的求生欲。而所谓的回忆还没来得及闪过，他的思绪就已被剧痛占满，旋即陷入了深沉的黑暗。轰隆！餐厅的窗户一下破裂崩飞，伴随着数不清的砖块碎石和明显往外翻卷的火舌。刚好巡逻到这个位置的护卫们顿时被砸翻了一片，侥幸没被击中的人也是两耳嗡鸣，身体摇晃，或歪或倒。他们看见餐厅的外墙垮塌了大半，看见火焰似乎浮在了半空。整条街道的民众和负责周围区域的警察们同时听见了这声巨响，一时又疑惑又恐惧。餐厅内，覆盖黑色盔甲、戴着漆黑皇冠的克莱恩立在那里，沐浴着赤红的火焰，享受着劲吹的冲击波浪，不为所动。他周围弥漫的黑气被烧融了许多，灵体本身也受到了一定的伤害，但并不严重。翻倒餐桌的旁边，帕克和卡平被撞到了墙角，脑袋凹陷破裂，整体变得焦黑。他们的表面还浮着静静燃烧的火焰，其余的男女仆人相差不多。壁炉对面的那个区域，未能及时躲避的凯蒂被重重抛砸到了墙上，然后下滑落地，他浑身上下血肉模糊，间杂着大量烧焦的痕迹，竟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他还未死去，但已重伤昏迷，可就算这样，他依然抽搐般的咳嗽着，吸入了大量的悬浮的火焰。那根黑色的鞭子同样遭受了伤害，出现了诸多裂纹，并被点燃了少许，而他拥有的那些非凡子弹在这场爆炸里无一幸免。凯蒂再没有丝毫战力，赫拉斯则及时做出翻滚，保护住了要害，可他的身上还是有不少血污和焦黑。他摇晃着站起，背部、发套和双腿位置燃烧着赤红色的火苗，他的呼吸愈发困难，他的身体遭遇了较为严重的创伤，但这已足以证明他肉身的结实和体魄的强健，或者说，戴上那只铁黑色手套后的他，肉身足够结实，体魄足够强健。不过，这也在克莱恩预料之内。无法评估对方能承受多少伤害的情况下，他制定计划时会充分高估目标的体质。
眼角余光瞄到克莱恩近乎完好无损，赫拉斯瞳孔一缩，慌忙伸出左掌，指着那个方向，低沉开口道：“流放。”克莱恩再次无法承受的被推了开来，就像飓风里的纸屑，飘扬着被抛出了餐厅。而外面的大厅经过刚才的瞬间燃烧，火势已变小许多，正经由木质楼梯等酝酿另一波的灾难。不过因为爆炸主体被禁闭在了餐厅，这里受损不算严重。抓住这个机会，赫拉斯猛然转身，头也不回地向着外面奔逃。哪怕身上覆盖的火焰还在燃烧，他也没浪费一点时间去处理。他知道自己的状况极差，有失控的危险，而毒素的效果要不了多久就会达到极致。两者相加，他不认为自己还有战胜那个入侵者的可能，哪怕地下区域入口还有位序列期的贝里斯可以帮忙，也同样如此。再继续这么战斗下去，赫拉斯相信自己只会等来毒发或重伤失控两种结局。一旦决定逃跑，他就没再去管还活着的凯蒂。刚在流放之下稳住身形的克莱恩看到这一幕，当即微扬脑袋，张开嘴巴，发出了一声人类无法听见的尖笑。嗡！赫拉斯脑袋一阵眩晕，脚步随即顿了一下，体表还算完好的皮肤处则长出了密密麻麻的透明水泡，这是失控的前期征兆。但他迅速缓了过来，继续发足狂奔，逃出了别墅所属的草坪。真是难杀啊！克莱恩为避免意外，没做追赶。他记得自己的目的是救人，而非清理这些堕落非凡者。更为关键的是，他现在消耗颇大，又受了不轻的伤害，如果追赶，未必能挡得住赫拉斯的疯狂反扑。啪！克莱恩打了个响指，射出了一枚空气子弹，那子弹射入了凯蒂的脑袋，结束了他的种种痛苦。紧接着，克莱恩转身飞向了地下区域入口。留着络腮胡的贝里斯一直关注着外面的动静，但不敢擅离职守，怕被入侵者的同伙趁机闯入地牢。此时此刻，端着高压蒸汽步枪并开启了临时的他被那声巨响吓到，变得异常紧绷。旋即，他看见了飞来的威严幽灵，毫不犹豫就抬起步枪，扣动了扳机。砰！白雾从枪管内喷出，一枚尖利的弹晶子弹以惊人的速度射向了前方。克莱恩早有准备，早有直觉预感，在贝里斯开枪前便已绕出了一个不大的弧度。那枚子弹穿过大厅，射穿了正门，飞到了外面。而与此同时，贝里斯冲出值守室，一边端着高压蒸汽步枪，摆出威胁的姿态，一边向着大门快速移动。他相信能解决赫拉斯、凯蒂和帕克联手的入侵者，肯定也能轻松干掉自己。而且刚才那么大的动静必然引来关注，说不定有待法者过来查看，所以唯一的选择是跑。克莱恩又发出了一声无形的尖笑，让对方仿佛被铁锤砸了一下，眼前有无数金星飞舞，鼻端流下了几滴血液。但这并未阻止贝里斯逃跑，开枪阻挡住克莱恩后，他已是奔入大厅，连翻带滚的靠近门口。克莱恩略一斟酌，就放弃了追赶和战斗，关掉总阀，来到地下区域的入口，啪啪连打响指，砰砰砰，一枚枚空气子弹射在无形的墙壁上，逐渐瓦解了禁闭。这也是克莱恩敢于弄出煤气爆炸，敢于使用生物毒素瓶的原因之一，有赫拉斯对地下监牢的禁闭效果存在，只要不是正面冲击，他都不用担心会误伤到那些可怜的少女。他破坏掉门锁，飞入地牢，先根据之前占卜画面给予的启示，找到了关押黛西的那间牢房，然后确认了对方暂时没受到太大的伤害，还拥有行动能力。接着他身体虚化，融入了铁门。哐当哐当哐当，一侧的铁门速度飞快的相继打开，似乎有无形的幽灵在奔跑着解锁它们。哐当哐当哐当，一侧结束，又轮到了另外一侧。黛西等少女先被外面的爆炸声惊到，过了一阵，又愕然的发现牢门莫名敞开，却无人进来，自己似乎随时可以离开。刚被绑来没多久，还未受到什么调教的部分女孩大着胆子起身出去，一路试探着跑到了地下区域出口。他们穿过因爆炸而轻微受损的大厅，离开了燃烧逐渐加剧的别墅，往着自由的方向越跑越急，一直来到街上，黛西等少女才想起回望。回望之中，他们隐约看见那罪恶房屋的顶部笔直站着一道身穿全黑盔甲、头戴漆黑皇冠的威严身影。呼啦！那身影背后的披风无声无息飘荡了起来，
他们记住了这个场景，不太信任警察的寻找起附近的教堂。克莱恩回到了火苗乱窜、烟气弥漫的餐厅，发现帕克和凯蒂的非凡特性刚有析出的迹象。他检查了两人携带的物品，确认绝大部分都已损毁，就连钞票也已焦黑发脆。克莱恩猛地向上蹿起，来到2楼、3楼，快速巡视了一遍，想找到相应的线索。他没尝试通灵，因为时间上有点来不及，而带到灰雾之上不符合他接下来谢幕的需求。连个小头目都被要求守密，这些重要人物肯定也有相应的限制，不是想通灵就能通灵的。而之前那个操作太繁琐太麻烦，不适合现在。克莱恩结束掉探查，没什么收获，但随手拿了副塔罗牌。回到破烂焦黑的餐厅后，他取出了塔罗牌里所有的主牌，随即走到卡平尸体的旁边。接着他专门抽离2张，将剩余的那些哗啦啦撒到了卡平的身上。做完这一步，他把专门抽出的那2张塔罗牌正面朝上的覆盖至卡平的双眼。到了这个时候，帕克和凯蒂的非凡特性已然吸了出来。几十秒后，别墅外面的半空突然撕裂出一道虚幻的大门，上面布满复杂的符号。大门无声敞开，走出来一位穿笔挺礼服的英俊男子。他40来岁，成熟而优雅。他有双金色的眼睛，只是一扫就锁定了火灾现场般的餐厅。就在这时，一阵狂风吹过，一道人影高速飞临。那是一个戴黑色软帽、银眸异常严肃的老者，他身穿绣着风暴符号的黑色长袍，正是风暴教会枢机主教贝克兰德教区大主教神之歌者艾斯斯内克。你怎么来了？艾斯沉声问道。乔伍德区的非凡事件归属圣风大教堂管理，所以他有资格这么问。那英俊男子脸色不太好的回答道，我就住在附近，这里靠近着西区。两人没再多说，同时降临于地面，进入了爆炸现场。一阵猛烈的飓风随之刮起，竟直接把那些火焰卷走，送到了外面的人工喷泉处。这风仿佛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和智慧。2位半人半神的强者随即看见了头部中弹、血肉焦黑的凯蒂，看见了和人纠缠在一起、脑袋凹陷破裂的帕克，也看见了身上洒满塔罗牌的卡平，看见了这位人口贩子脸上盖着的2张主牌，那分别是天使吹响号角的审判牌和身穿盔甲、头戴冠冕的皇帝牌。几乎是同时，斯内克枢机主教和那个英俊男子有所察觉，猛地扭头往外。他们发现别墅侧面那栋房屋的顶部有一道覆盖黑色盔甲、头戴漆黑皇冠的威严身影，那身影轻轻颔首，披风随之扬起。接着他毫无征兆的消失了，在2位高序列强者的眼皮底下。第168章猜测。唰的一下，初冬的夜晚亮起了一道树丫状的银白闪电，它没有劈落，只是贯通了半空，将克莱恩刚才站立位置的周围区域照得宛若白昼。纤毫毕现，神之歌者艾斯斯内克收回了视线，脸色发沉的低语道，玫瑰学派不是怨魂，也不是真正的不死生物。有一双金色眼眸的成熟中年男士侧头望了卡平的尸体一眼道，用塔罗牌覆盖住了目标的尸体。这是最近2个月内第2次发生类似的案件，第一次是什么时候？斯内克枢机主教沉声问道。穿着笔挺礼服的成熟中年男士轻咳了一声道，真实造物主试图借助一个诈骗犯降临的那次，那就不是玫瑰学派了。斯内克枢机主教做出肯定的判断。那些信仰邪神的组织，虽然谁也不待见谁，但不会刻意去破坏类似的事情，反倒有一种乐见其成，就等着对方先搅浑局势的心态。我也这么认为，或许是一个新出现的隐秘组织，他们的特征就是在目标身上洒满塔罗牌。那位成熟英俊的中年男士笑笑道，而塔罗牌不同的呈现方式似乎表达着不同的意思。这具尸体的脸上只盖了2张牌，一张审判，一张皇帝。审判是动机和目的，而皇帝则是刚才那位的组织代号。当然，这还可能是一种仪式。斯内克枢机主教没有回答，环顾一圈道，让我们看看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直到这个时候，第一批带法者才赶到卡平的别墅。灰雾之上，只用了3次指认替身，尚未达到极限的克莱恩正用占卜的办法确认黛西后续的安全。黛西能顺利回家，他左手持握住灵摆，闭上眼睛默念语句。7遍之后，克莱恩睁眼看见黄水晶吊坠在做逆时针转动，但幅度极小，速度很慢。这表示黛西回家的历程还有少许波折，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克莱恩解读完启示，放下了最后的担心。他随即看向面前摆放的2件物品，它们都散发着较为强烈的灵性光彩。其中一件是浅蓝色的半透明6棱柱，里面时有丝丝光芒划过，就仿佛来自于意识深处的闪电，这是女士凯蒂遗留的非凡特性。另外一件属于之前战斗里没能发挥作用的帕克，他的非凡特性凝缩成了一团，如同小孩的拳头。这拳头由3种颜色组成，铁黑和暗红缠绕着大片的银白。克莱恩没有犹豫，当即具现出纸笔，准备借助这2团非凡特性占卜对应的魔药配方。他晋升序列7之前，因为遗留的非凡特性有太多的额外影响，所以几乎没法以此占卜配方，哪怕有这片神秘空间排除干扰，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他的占卜能力，也不行。所以过去的克莱恩只有通灵这一种办法。等成为了魔术师，他才于灰雾之上初步具备了用遗留的非凡特性占卜的能力，只是大概率不会成功。这一次没有例外，克莱恩可耻的失败了。不过他也有一定的收获，那就是弄清楚了2团非凡特性对应的序列名称。帕克是序列8治安官，凯蒂是序列7审讯者。这不是仲裁人途径吗？这条途径掌握在王室、军方和鲁恩较为古老的那少量贵族家庭手里，而他们对外泄配方和非凡材料的事情管制的相当严格。难道卡平绑架的那些少女里，有一部分会被送到哪位贵族的庄园？但他们犯不着为了享受派出4个非凡者来帮助卡平啊，这明显不对等。赫拉斯比凯蒂厉害不少，也许是这条途径的序列6，戴上那只手套后，甚至可能达到序列5。难道涉及了一些血腥协议的祭祀，所求的目标不能暴露？除了王国内部，费内波特的卡斯蒂亚家族也掌握着这条非凡途径，并传递到了他们的军队和情报系统里，又是一起不知牵涉到什么事情的间谍案。克莱恩尝试着占卜了下自己的几个猜测，再次获得了失败的结果。他暂时将此事抛诸脑后，转而轻敲青铜长桌边缘，无声自语道：只要有配方，有相应的辅助材料，这2份非凡特性就分别能让人成为序列8的治安官和序列7的审讯者。魔术师小姐那个叫做修的朋友似乎就缺治安官的非凡材料，下次可以通过世界把帕克那份卖给魔术师小姐，尽快积攒到我后续无面人序列所需的材料费用。总是通过世界好像也不太合适，这次我故意留了塔罗牌。正义小姐要是听说了这件事情，肯定会认为是我卷者做的，就由愚者先生帮他代卖好了。克莱恩迅速敲定了方案，并让治安官和审讯者的非凡特性自行飞到角落里，藏入了杂物堆。也不知道仲裁人途径的序列6和序列5分别叫什么，有利用秩序和法律的感觉。法官，克莱恩收回思绪，半闭上眼睛，仔细审查起自身的状态。他再次有了灵性变得活泼，魔药被撬动，消化在加快的感觉。这一次，他凭直觉相信自己总结出了绝大部分魔术师守则，剩下的一些细节有更好，没有也无所谓，不会太影响消化的进度。具现出原副钢笔和羊皮纸，克莱恩加强记忆般写道：魔术师守则：1. 不做无准备的表演。2. 挑战不可能，哪怕最终的结果只是虚假的。克莱恩认为，以上是魔术师守则最核心的2条，把握住了它们就把握住了关键，剩下那些则是对他们的补充和完善。3. 多做主动的表演。4. 尽量得到观众的喝彩。5. 掌控住目标的注意力。放下暗红色的原副钢笔，克莱恩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自我判断道：日常的扮演结合3到4次主动的表演，足以让我在新年前消化掉魔术师魔药。要是中间再来一次挑战不可能的表演，进度还能更快一点。这差不多就是我希望达到的速度了。此时距离1350年的1月1日还有2个月的样子。做完这一切，克莱恩揉了揉额角，准备返回现实世界。将黑皇帝牌、生物毒素瓶等物品放好后，他忽然笑了一声，自嘲道：挑战不可能，这不就等于作死吗？声音回荡间，克莱恩的身影消失在了灰雾之上。贝克兰德桥区域的廉价旅馆内，他猛地张开双眼，看见了自己召唤自己遗失的烛光。快速处理好首尾，克莱恩穿上刚花4苏勒买的较厚工人夹克，走到了窗边。他端起之前买的甜冰茶，望着窗户上倒映出的属于自己的模糊身影，露出由衷的微笑。
低声自语道：“干杯！”话音刚落，他用手中的杯子碰了碰玻璃，然后扬起下巴，一口喝尽。紧接着，他悠闲地离开了旅馆。附近煤气路灯已然全亮，来往的行人和马车忙忙碌碌，对乔伍德区和西区交界处的爆炸一无所觉。克莱恩漫步至勇敢者酒吧周围，徘徊了一阵，于7点58分敲响了智慧之眼老先生那个非凡者聚会的门。他戴上铁面具，套好戴兜帽的长袍，表现得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与此同时，每晚都会固定去不同地方检查一些联络记号的修看到了此前从未出现过的一个标志。他属于 A 先生召集的那个聚会里，假托他人之手将治安官配方卖给他的黄金面具男。他是紧急见面的标志，之前一直没找我，我也假装没这回事，怎么突然？修想了想，决定还是去看一看。那个黄金面具男承诺会给他一些任务，让他攒够金钱，到他那里兑换相应的非凡材料。于是修换了个地方，标记出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半个小时后，一个偏僻但四通八达的巷子里，暗中观察了好一阵子的修走出躲藏的地方，走向了那位戴着黄金面具的男人。那男子依然穿着黑色燕尾服，浅棕色的眼眸扫过修的头顶道：“有一个任务给你，难度和报酬。”修熟忍地问道。那男子推了推黄金铸成般的面具：“没什么危险，但也可能有很大的危险，全看你自己怎么做。初期报酬是30磅，如果你能拿到有用的情报，我甚至可以直接给你一件治安官对应的非凡材料。什么任务？”修微皱眉头道。戴着黄金面具的男子目光变沉道：“通过你的渠道，弄清楚最近都有谁打听过卡平的事情。”卡平？那个人贩子？修愕然反问。戴黄金面具的男人点了点头。是的，我拒绝这个任务，我很讨厌他。修当即回绝道。对面的男人呵了一声，不是替卡平做事，因为他已经死了。死了？修顿时有点懵。他死在了自己的家里，身上盖满了塔罗牌，脸部共有2张，一张是审判，一张是皇帝。对了，你顺便留意下最近几年有哪些涉及塔罗牌又未上报给警察部门的事件。戴黄金面具的男人补充道。第169章侠盗。乔伍德区，修和福尔斯租住的那栋房屋内，福尔斯刚敲定新书开头，心情不错的准备犒赏自己一根香烟，而这个时候修推门进入了书房。吸烟有害健康，修抽了抽鼻子道。福尔斯见他脸上多有疑惑之情，没做争辩，转而问道：“你好像遇到了事情。”修抓了抓自己毛糙的金发，一屁股坐到了旁边的椅子上。之前那个人联络我了，就是在 A 先生召集的聚会里把治安官配方通过别人卖给我的那个人。他给了我一个还算简单的任务，初始报酬是30磅，也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暗藏的危险。福尔斯略作回想道：“那个人啊，他背后应该有一个组织，可为什么会想着拉拢你？就不怕被你的智商牵连，导致整个组织完全覆灭吗？你也没什么可以被图谋的东西啊，长相勉强还行，但个子太矮，大概就一条命比较值钱了。”什么任务？修早就习惯被好友打击，无视了他前面的话语，直接回答起后面那个问题。调查最近有谁打听过卡平的事情。卡平？那个该被吊死，不该被处以火刑的人口贩子。福尔斯虽然不是赏金猎人，但搜集素材是作家的本能，所以他经常会让修讲述见闻和传言。修点了点头，是他，不过他已经死了，好像还死得比较惨。怎么死的？被小刀一点点割死的。福尔斯颇为高兴和好奇地问道。那个人没有详细描述，也许明天的报纸会讲。修想了2秒道，他只提了现场的特殊情况，说卡平的尸体被撒满了塔罗牌，脸上则覆盖着审判牌和皇帝牌。审判牌的意思应该是对卡平进行审判，结果是死刑。皇帝牌代表什么？那个凶手，不，那个英雄的身份。畅销作家福尔斯本能地解读其案发地点的独特布置。突然他愣了一下，塔罗牌，尸体撒满了塔罗牌。福尔斯猛地联想到了自己刚加入不久的那个隐秘组织塔罗会，不会是我们内部哪个成员做的吧？可没有代号皇帝的成员啊。如果确实是，这还是我第一次在现实世界里发现塔罗会的痕迹。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只存在于灰雾之上的隐秘组织。福尔斯思绪翻腾，有惊喜也有忧虑。克莱恩在侍者的引领下进入了那个熟悉的起居室，房间内依然只有一根蜡烛，
昏黄的光芒将四周照得宛若鬼故事里的场景，再配上一个个套着黑色长袍、戴着铁质面具的神秘人，这种氛围就更加浓厚了。刚一踏入这里，克莱恩忽然有了些莫名其妙的感觉。他觉得那摇曳的烛火在盯着自己，他觉得那火焰会一下爆开，点燃自身的头发和长袍。他觉得凸肚窗后静静垂落的帘布会猛然荡起，笼罩住自己的身体，遮掩住用于呼吸的口鼻，强行憋死自己。什么情况？克莱恩一阵愕然，高度紧绷。这算不上危险预感，却又是难以回避的直觉。克莱恩小心翼翼找了个位置坐下，屁股刚触及椅子表面，他就感觉那椅子会的爆开，一根根粗大的木刺将随之贯穿自己的身体。这让他想到了在地球时看过的几个视频劣质的气压升降型座椅爆炸，钢杆和碎片刺入了主人的屁股，钻入了腹部，整个场面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为什么总是会有这种不好的联想？难道是之前战斗里灵体受伤带来的负面影响？克莱恩若有所思地环顾了一圈，发现胖乎乎的药师这次还是没来。出了什么事情？或者已经离开了贝克兰德？克莱恩无声自语了2句。听到智慧之眼老先生宣布聚会开始，接下来的时间里，克莱恩时而觉得天花板上的吊灯会斜着坠落，砸到自己头上，时而认为智慧之眼老先生面前的茶几会忽然横移，绊倒自己，时而怀疑身边的聚会成员充满恶意，随时可能暴起发难。这让他坐立不安，既警惕又疑惑，根本没什么心思留意各种或成功或流产的交易。如果说危险预感是偶尔震动几下，提醒你有消息进来，有电话打入的手机，那现在的莫名其妙直觉就等于时刻不停的电钻，抖得我难以放松，无法关注别的事情。克莱恩试图揉一下额角，却触碰到了冰冷的铁面具。这个瞬间，他觉得自己的铁面具会突然凹陷，紧贴住脸庞，一直嵌入大脑里。真是因为灵体受伤，产生了幻觉。克莱恩皱起了眉头。他原本想在这个聚会上提出求购千面狩猎者脑部异变垂体和血液的请求，但深陷如此状况，只能谨慎放弃。虽然智慧之眼老先生组织的聚会层次不高，大概率不会涉及千面狩猎者这种较为高级的怪物，但克莱恩相信这里不少成员还参加了别的聚会，或许能接触到相应的情报和线索。惴惴不安中，克莱恩以旁观者的姿态参加完了这次聚会。他刚脱掉长袍，摘去面具，离开那栋房间，之前那种所有人所有物品都要迫害他的莫名其妙直觉却一下消失了，诡异消失了。克莱恩瞳孔微缩，确认刚才那种现象不是源于灵体的受伤，否则他没可能内外两种状态。他怀疑举行聚会的起居室内有一个看不见、感应不到、异常恐怖的人和物存在，于是刺激到了拥有占卜家灵感直觉和小丑危险预感的自己，但又由于对方的压制或者特殊之处，这种刺激以联想太丰富的形式出现，没让自己警觉。会是谁呢？这也太可怕了吧！仅是存在本身就让我有了点类似失控前兆的反应。克莱恩不动声色远离了智慧之眼老先生那栋房屋，向着最近的街道行去。忽然之间，他有了个猜测，这附近是勇敢者酒吧，沙伦小姐或马里奇杀掉的怨魂史蒂夫等人就负责监控周围区域，他们的死亡必然会让那个玫瑰学派的高序列强者愤怒，并将目光投向这里，投向活跃于勇敢者酒吧附近的非凡者。刚才那个是他，还好我今晚用了生物毒素瓶和太阳胸针等物品，而未免被占卜到，将他们留在了灰雾之上，否则结果不堪想象。刚完成了一场不可能表演的魔术师会直接死在这里，非凡者的世界真危险。圣风大教堂内，艾斯斯内克枢机主教看向面前的带法者小队队长，阴谋不含情绪地问道：卡平是谁？为什么他的别墅会有地下监牢？那位带法者小队队长当即回答道：一个富豪，传闻与多起少女失踪案有关的富豪，他被怀疑是人口贩子，且私下还在做奴隶贸易。那个地下监牢证明了传闻，一个人口贩子为什么会得到好几个非凡者的保护？而且序列不算低。斯内克枢机主教追问道：阁下，这有待调查，我们试图用非凡手段寻找线索，但都失败了。带法者小队队长有些胆战心惊的回答。我也试过了。斯内克枢机主教没有责怪他。这位风暴教会的高层顿了顿道：继续追查此事，还有找到那个序列6或者序列5的幽灵，等到下属离去，
斯内克书记主教提起钢笔，在记录本上写下了几个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卡平、人口贸易、塔罗牌仪式、奇怪但序列不太高的幽灵、隐秘的图谋。皇后区霍尔伯爵家的豪华别墅内，奥黛丽正等待着女仆切割食物，忽然听到习惯于在早餐时看报纸的父亲霍尔伯爵笑了一声。卡平死了，他是谁？奥黛丽睁大眼睛，开口问道。其实他对卡平是谁一点也不好奇，单纯只是配合下明显有交流欲望的父亲。这既是女儿的特长，也是独行者的本能。一个私下里可能是人口贩子的富翁，他和某些人关系不错呵。霍尔伯爵轻笑道，他昨晚被人杀掉了，现场有明显的审判痕迹，所有报纸都称呼那个凶手是侠盗，侠盗黑皇帝。这是以古代所罗门帝国统治者的代号为他命名，侠盗，侠盗黑皇帝。黑皇帝，奥黛丽瞬间就联想到了那张目前属于愚者先生的亵渎之牌，这是他到目前为止接触过的最高层次物品。他豁然对卡平被杀案有了兴趣，听起来很有意思，虽然这不合法，但我还是想说一声，那个侠盗做的真漂亮。爸爸，过程呢？警方和教会对应部门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我也还没和他们见过面。报纸上是这样描述的：侠盗穿着黑色的盔甲，戴着漆黑的皇冠，身后有同色的披风。他进入卡平的别墅，不仅盗走了保险柜里的所有财物，而且还盗走了卡平和他那些罪恶手下的生命，解救了被关在地牢里的少女们。他在卡平的身上撒满了塔罗牌，最显眼的是位于脸部的2张，一张是审判，一张是皇帝霍尔伯爵拿着报纸微笑描述道。塔罗牌、审判牌和皇帝牌，奥黛丽的眼睛陡然发亮。第170章，回家。听到那熟悉的场景描述，奥黛丽几乎可以确认这是愚者先生的卷者做的，她顿时有了强烈的代入感、参与感和自豪感。那是一个满手血腥和罪恶的人口贩子。审判牌是表示在对他进行正义的审判，判决结果是绞刑、断头刑或者火刑。皇帝牌应该是身份的表征，这是那位潜入王国博物馆盗走了黑皇帝牌的卷者。一时之间，奥黛丽浮想联翩。他本打算追问更多的细节和更详细的过程，可是他从父亲霍尔伯爵的表情、语气和情绪颜色明白他暂时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好按下疑惑和好奇，准备从供职军情9处的好友康斯里尔森那里打听。虽然直接找康斯询问很符合我在这方面的形象，但那样一来始终还是有些突兀，与贵族的身份略显矛盾。让安妮准备几份下午茶的邀请函，分别送给格莱林特、康斯、穆雷、克里斯汀、简他们。他们大部分是对神秘学感兴趣的人，对侠盗黑皇帝这个称呼不会没有感觉，在我的引导下，能帮我问出许多我不方便问的问题。就这么决定了。奥黛丽收回注意，小口小口的享用起早餐。她相信愚者先生的卷者不会纯粹的为了惩罚邪恶而对付卡平，这不符合他的身份定位。当然，如果是几个月前刚加入塔罗会的奥黛丽，肯定愿意接受类似的解释，否则他就不会挑选正义牌做自己的象征。而经历了多次聚会，经历了不少事情后，他觉得自己成熟了很多，不再那么单纯。他认为这件事情里面必然隐藏着更加关键、更加本质的因素，比如卡平涉及了哪位邪神，或者哪个隐秘组织。希望康斯能提供有用的消息。奥黛丽满是期待的想着。明斯克街15号，克莱恩边吃着涂抹果酱的白面包，边翻看着今天份的报纸。什么？保险柜？看着看着，他差点脱口，险些噎到自己。我没有，别瞎说啊！克莱恩当即在心里用3连的形式否定了自己盗走保险柜内所有财物的描述。当时情况紧迫，为了获得线索，他虽然找到了保险柜，也只是钻进去看了看有无重要文件和证据，并没有拿走任何财物，而且迅速就离开了那里，转入了别的房间。当然，灵体状态的克莱恩在煤气造成的爆炸里也受了一定的伤，能够携带的物品总重量下降了不少。卡平的保险柜里又只有金条、珠宝、地契、房契和古董等东西，要么不便于拿走，要么没法脱手。或许他还有专门放现金的地方，可惜我没遇到，也没时间去找。克莱恩无声嘀咕了一句，确认瓜分了保险柜内所有财物的是后续的某些调查者。他看了眼报纸，
喝了口稀薄红茶，缓缓吐了口气，在心里笑道：侠盗黑皇帝，这个称呼我喜欢。用完早餐，克莱恩穿上厚重的双排扣长礼服，拿上半高丝绸礼帽和黑色坚硬手杖，开门离开了明斯克街，前往东区边缘的破府巷。那是黛西失踪的地方。昨天敲定计划后，付诸行动前，他还刻意去了破府巷一趟，认真的寻找蛛丝马迹，并敲开了周围不少住房的门，询问他们是否有看见类似黛西的女孩。虽然克莱恩认为接手的官方非凡者不会觉得贫穷困苦的家庭请得起请得到一位最少有序列6实力的侠盗，大概率会将调查的方向放在卡平涉及的隐秘上，并辅以谁最近打听过卡平的事情等外围排查，但他还是小心谨慎的决定，开始表演就尽量演足全套，要是哪位执法者脑子抽了，打算在这方面做个初步的调查呢。有的家庭或许还有些积蓄，能请得起别的侦探，我一个昨天才接手的好心人，被怀疑的概率极低。只要不被怀疑，就不会和上次莱尔乌斯案件里我的表现做对比。而且上次出动的是职业者，并由军方特殊部门辅助，这次在乔伍德区接手的应该是代罚者，他们之间的沟通不会那么顺畅。凯蒂和帕克他们属于仲裁人途径，也不知道军方那边会不会插一手。作为前职业者，克莱恩对几个官方组织的行为模式、做事风格和调查习惯有足够的了解。简单来说，我拥有出色的反侦查能力。克莱恩自嘲一笑，登上了马车。他要继续去调查黛西失踪案，因为他是一个还没有确认黛西失踪与卡平有关的普通私家侦探。上午9点，黛西在负责周围街区的警察陪伴下，返回了租住的那栋破旧公寓。他昨晚和那些同样可怜的少女一起，被安置在了乔伍德区的一个个教堂内，并接受了相应的询问，包括他们逃出来时的场景，他们回头看见了什么，他们分别住在哪里，家庭情况怎样，有认识什么感觉不是太普通的朋友，等等等等。还处在惊慌和后怕情绪里的黛西如实回答了那些问题。之后再没人找他，他睡了半夜，于清晨被送到了东区，交给了那位他经常看见的凶恶警察先生。一路之上，黛西不敢说话，略有些战战兢兢。等进入自家所在的那栋公寓时，他才感觉自在了一点。他刚踏入房门，还没来得及透过悬挂着的湿漉衣物找到妈妈和姐姐，就听到了一声尖叫。黛西！弗莱亚放下手中的活计，像一只敏捷的小鹿，躲过半空的衣服和地上的杂物，飞快跑到了门边，重重抱住了妹妹。接着他松开手，流着眼泪，又惊喜又担忧的上下打量起黛西。你没事吧？太好了，你终于回来了。利弗也从洗衣盆后站起，将手在自己的衣物上擦了擦，抹着眼睛道：黛西，你这几天去了哪里？这时那位警察先生插言道：他被绑架了，我们把他救了回来，谢谢你们，你们太伟大了。利弗流下眼泪，乱用着形容词。那警察轻咳了2声道：这是我们的职责。你们最近几天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人吗？利弗怔了1秒，本着少一件事情算一件事情，不愿意添加麻烦的心态道：没有，真的没有。那警察摆了摆手道：以后注意点，别走没什么人的小路。他忍受不了这里的潮湿和混杂起来的各种味道，当即转身离开。利弗再次望向小女儿，大步来到她的身边，将手在侧面擦了擦后，一把抱住了黛西。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他流着眼泪喃喃低语，没去问黛西是否有受到伤害。黛西一下放松，抽泣着哭了起来。旁边的弗莱亚也跟着流泪，伸出双手，分别抱住了妈妈和妹妹。母女3人哭了一阵，各自松了开来。利弗再次抹了下眼睛道：先将洗衣物，还有很多刚得到解救的黛西点了点头，迅速投入了忙碌的工作里。一直到了中午，他们啃着黑面包，喝着几乎称不上茶水的白水时，利弗才有空闲询问：黛西，你有受伤吗？黛西摇头道：他们就打了我几下，那真是太好了，警察把你们解救出来的。昨天有位好心的侦探愿意免费帮忙找你，结果你今天就回来了啊，你的单词册还在他那里。弗莱亚顺口说道。利弗早有准备的提了一句：我会请老科勒去要回来，并告诉那位侦探你已经回家，让他不用再忙碌这件事情。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得再对他说声谢谢。黛西放下担心，转而回答起姐姐的问题。不是警察，
那里突然发生了爆炸，锁住我们的门也被奇怪的打开了。我们就那样跑了出来，但有看见屋顶站着一位先生或者女士，他穿着黑色的盔甲，戴着皇冠一样的头盔，还有披风，就那样静静的注视着我们。那些坏蛋没有一个来阻止我们，追赶我们作为免费学校的导生。黛西的词汇量明显比母亲利弗丰富。一个穿那样的人救了你们？利弗诧异反问道。弗莱亚在旁边好奇等待着答案。黛西认真点头道：是的，他就像是吟游诗人口中的英雄。英雄。弗莱亚咀嚼着这个单词，眼睛明亮的如同星星。某个密室内，一群人拿着下发的资料，仔细对比着莱尔乌斯案和卡平案，寻找着行为动机和作案手法上的共通之处。两件事情完全无法联系在一起，唯一的共同点是邪恶或者说罪恶被战胜了。塔罗牌的主人维护了正义，有人感叹道。可以确定的是，两次动手的不是一个人，实力明显不同，擅长的更加不同。虽然这有可能是本身序列提高了，但卡平案的凶手属于怨灵，或者说能切换灵体状态，这并不常见。另一个人的分析得到了多数认可。于是召集者总结道，两起案子，两个不同的人又都抛洒了塔罗牌，也许是后者模仿作案，这样我们能将目标锁定在莱尔乌斯案的知情者里。另一个可能是存在一个组织，一个以塔罗牌为象征的组织，